欢迎回到阿竹的迷你生活，我是阿竹本人。你相不相信减少无意义的滑手机可以改变你的未来？是不是有好几次想要脱离社交媒体的时间黑洞，却又屡屡失败？这部影片想要跟大家分享，我是如何透过5个步骤，成功脱离滑手机的时间黑洞里。最后的步骤会教大家设定手机软体的使用时间，所以你们一定要看到最后哦。那就直接开始吧。第一个步骤，实施的前一天一定要先滑个够。没有错，你们都没听错，因为很多人会跟你说要删除软体是最简单粗暴的方式，但是我自己实际测试下来，直接删除软体只会让过程更痛苦，也更想要获得手机上的刺激。所以为了要确保之后自己的挑战是没有遗憾的，我在前一天，也刚好就是一个假日的晚上，我会疯狂的滑手机。但是这里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滑手机的时候你必须要一边思考，我现在看的这些好像一点帮助都没有，现在滑了几个小时，待会关掉其实也等于没看，完全没有任何的收获或是意义，只会让自己更累而已。同时也需要思考自己更重要的人生目标，认知到滑手机只是在扼杀你青春的时候，你就成功一半了。第二个步骤，挑战的第一天，你会需要帮手机找一个家，不管是床头、桌上或者是柜子上等等。手机会让人上瘾，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拿取太便利了。放下手机之后，回想一下我们昨天晚上思考的目标，就可以进入第3个步骤咯。有什么事情是你一直觉得没有时间做？这边列了5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放下手机之后，我开始看书了。曾经我也是一个常常到图书馆借书回家看的人，但自从手机成瘾后，已经好久没有特地拿起一本书，扎扎实实的阅读它。其实阅读的当下感觉格外的平静，没有蓝光的刺激，也没有影片嘈杂的背景声音，更没有漫无目的滑手机的焦虑感。找一本你有兴趣的书，你会发现书里的内容变得很吸引人。那我看的这本书是《这辈子只能这样吗》，是跟室友借的书，我觉得蛮有感触的。下次再来跟你们分享书里的重点还有心得。第二件事情是整理房间。之前总是专注在手机里面的内容，对于周遭的环境都是草草的带过。不滑手机之后，我有更多时间专注在外部的空间跟环境，无论是衣服摆放的方式，或是房间可以怎么样改善更好，都一个一个的冒出改造计划，让我有一种大脑重新活过来的感觉。第3件事情是运动。相信很多人在滑手机的时候，储存了好几个运动清单，幻想着自己做完运动也可以拥有更美好的身材。但是因为手机成瘾，关于运动只负责收藏，从未真正开始。趁着这次自律的挑战，终于有机会点开来执行。那我之后也想要挑战坚持一阵子，看看有没有真的改变。那第4件事情是煮菜。煮菜可以让人放空沉淀，你可以煮自己喜欢吃的菜，既省钱又开心。这次做的料理是松露奶油白酱鲜蔬菇菇炖饭，简单的用洋葱爆香，加入菇类和番茄炒熟出汁，再丢入白酱块。千万不能忘记灵魂松露。饭的部分我使用之前煮好的冷冻白饭，会更容易入味。放入节瓜后，淋上刚炒好的白酱，就可以放进电锅蒸喽。简易的白酱炖饭就完成了。这次忘了买牛奶，等要吃的时候加一点鲜奶，搅拌后加热会更香浓哟。第5件事情是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像是突如其来有一个人体三明治的想法，这里绝对没有要敷衍大家的意思。那些小时候很容易让我们满足的事情，到了长大却微不足道。这边有一个重点需要小提醒一下。第3个步骤是做一些你想做的事情，但是千万不要放得太重，不然因为没有手机玩，可能就会有点痛苦。如果你还专挑困难的做，会大幅降低你坚持下去的动力。
第3个步骤讲了那么多事情，第4步骤我们需要好好的放空一下，做个冥想练习，再好好写个日记。我们每天不断的接收大量的外部讯息刺激，却没有好好的给自己一个喘息的空间，唯一独处的时间都被我们拿来无止境的滑手机了。所以当我们将手机戒断之后，就会多了一个与自己相处的时间。第5个步骤也是最后一个步骤，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滑手机，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外力来控制自己使用手机的时间。之前也试过直接删除软体，但现在有很多资讯可能连接到你的 Facebook 或 IG， 会导致你删除软体而无法获得最佳的观看体验。所以最后一个步骤要教大家手机的内建设定。那我这边因为是使用 iPhone 的手机，所以我会用 iPhone 来设定示范。首先我们打开设定的按钮，找到萤幕的使用时间，我们再点选加入限制，里面有一个社交类别，点进去之后会看到你想要限制使用时间的 App。 因为社交软体我都有限制过了，所以我以 YouTube 来示范。这个时候你可以设定1天中预计要使用的时间，也可以个别设定每天不同的时间限制。像是你希望周六可以滑久一点，那我们就特地设定为30分钟之类的。设定完之后，我刚刚有先把 Dcard 的时间限制改成1分钟。那在我们滑手机的时候，只要时间限制一到，就会自动跳出时间限制这个提醒你已经达到使用限制了。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类似贪睡的功能，你可以选择1分钟、15分钟，或者是当天可以无限滑。那教学到这边有疑问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最后帮大家简单统整一下这5个步骤。第1个步骤，在你实施的前1天一定要先滑个够，因为这样你才会觉得滑手机其实也就这样了嘛。第2个步骤就是要帮手机找一个家，避免你随时随地都可以触碰到手机。第3件事情就是把你觉得一直没有时间做的事情拿出来做一遍。第4个步骤就是好好放空一下，冥想、写日记都可以。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刚刚提到的限制 App 的使用时间啦。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一周实测下来的心得。其实在挑战之前有一点小小的焦虑，会担心自己没有滑手机会不会失去一些讯息或是与人交流的机会。但是在手机上的交流其实都是比较虚无缥缈的，重点还是人与人见面的当下才是最真实的。实测下来其实没有想象中的痛苦，反而意外的平静。可能是因为之前滑手机的时候有太多大量的一些短影片充斥着我的脑袋，虽然好像不需要动脑，可是却觉得好像一直有东西在运作。虽然过程中有几次做事情做到一半，还是有一种习惯性会拿起手机想要滑的感觉。不过因为我知道只要一点开可能就几个小时不见了，所以我选择放下手机放空发呆。那也因为这样子啊，我发现当我发呆完想要接续刚才的工作时，会变得更容易进入状况。以往都是利用手机来填满我的工作空档，但却让我更不想要回到工作的状态，也需要花费更多的专注度才有办法回到工作的模式。这也是我这次实测下来蛮大的一个收获。最后也因为不滑手机多了很多看书的时间，在第4天实测的时候意外的感觉到想要看书多过于滑手机，这真的没有在骗。可能是因为平常滑手机滑几个小时换来的只有空虚，但因为看书花了半小时就觉得有满满的收获感，所以才会让我期待看书的时间。最后我想说，在戒掉手机之前，你必须要想清楚自己的动机跟目标。我自己的话是觉得我想要在有限的人生里体验更多不一样的事情，是亲自感受而不是透过荧幕。那你为什么想戒断手机成瘾症呢？欢迎下方留言，一起成为戒手机的好伙伴。希望你也能够成功戒掉社交软体，重新找回自己的人生。喜欢这次影片的话，再麻烦订阅、按赞并开启小铃铛。这里是阿竹的迷你生活，我是阿竹本人，我们下次再见，拜喽。